光之城》系列电影的第一部首映，距今已有12年的时光。在电影中，贝拉与爱德华永远不会老去，收获了长久的爱情。如今几年过去，演员却不尽如影片中那样爱情美好，容颜永驻。有人仍活跃在荧幕上，有人险些破产，有人甚至已经出柜。那么离开了目光后，当初这群青涩的演员们究竟都怎样了？这里是 Boogie 岛，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目光演员们的现状。电影播出后，饰演女主角贝拉的克里斯汀·史都华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新星，无数观众被她那种精致的美所倾倒。她本人也成为了好莱坞人气和身价最高的年轻女演员之一，并连续4年登上福布斯名人榜。同时因电影结缘，她和《暮光之城》男主走到一起之后，戏内戏外的都是情侣的两人，不仅得到了全世界的祝福，而且在镜头以外爱得深沉。金童玉女的他们也被传为一段佳话，但童话般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就以女方出轨给整段感情画上了句号。而劈腿的主角也接受了全世界的怒火和责骂。在那段期间，克里斯汀被所有制片人和导演拉黑，片约零落，并且在自家门口每天都有无数的记者举着长枪短炮等他出门。一旦他出来，所有闪光灯齐闪，把地下车库照得亮如白昼。记者打倒他身边的保镖，用最恶毒的话语来到他面前详细询问，期盼他能痛哭流涕，好拿回去次日头条。甚至连美国前总统也在推特上对曾经的男主罗伯·派汀森喊话：离开那个渣女，你会过得更好。克里斯汀离婚的父母甚至也成了攻击他的武器。你做了坏事，你最亲近的人也会变得不幸。家庭、事业、情感，通通都遭受巨大的打击后，这位曾经被世人看好的好莱坞小花，在一夜之间肉眼可见的变瘦、憔悴脱发。但独立自主的克里斯汀并没有被打倒，而是整装待发，重新站了起来。面对那些一心想看他出丑的记者，他将自己最狠厉的一面露了出来，用最冷淡的态度堵得对方说不出话来。遇到难缠的新闻人员，他甚至直接给对方来了个过肩摔，以此来告诫那些人不要再来找他的麻烦。性格方面有所改变，角色方面也开始转变。他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并开始关注独立电影和大师级别导演的杰作。他想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仅仅是目光中的柔弱女主贝拉史旺，而是风格多变、自由自在的克里斯汀·史都华。2014年，克里斯汀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个硬汉角色，电影名为《战犯风暴》，他饰演的是一名陆军1等士兵。凭借优越的演技，最终他也喜提奥斯卡最佳女主提名。很快，他的名气水涨船高，也获得了更多出演影视作品的机会。2015年，他凭借《希尔斯玛利亚之云》成为首位获得法国凯撒奖的美国女演员。自那之后，克里斯汀把自我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出演大尺度电影，并公开出柜，不停地换女朋友的同时，头发也越剪越短。连亲生粉丝都调侃正主扎得明明白白。如今他依然活跃在大荧幕上，也因为恋情仍然是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但他本人对这些也是一如既往的不回应、不反驳。此外，早在1年前就有外媒报道，这位成功转型的女演员将重新变回女儿身，饰演电影《斯宾塞》中戴安娜一角。目前电影还未上映，且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位不被定义的女演员的表现。同克里斯汀一样，离开了《暮光之城》的罗伯·派汀森也有着巨大的改变。尽管他作为这部电影的男主有着很重要的戏份，但在之后他的演技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在大众心里，他只是那个有着俊美样貌的吸血鬼王子。而他本人对于这一评价也表示认同，不仅称自己在电影中确实没有太多发挥的机会，而且变成了这个系列电影最大的黑粉。在一档访谈节目中，他这样形容道：这部电影确实很玛丽苏，偏重的吸血鬼与人类女孩谈恋爱，就像是人类和自己的食物谈情说爱，非常荒谬。也正因为如此，在和克里斯汀分手后，作为一名演员的他非常渴望能在表演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性来创作惊喜。
为了逐渐打破吸血鬼王子的枷锁，他摆脱自己以往的标签，转而出演了许多欧洲文艺片和独立电影来打磨自身的演技，寻求自我突破。之后，罗伯开始了自己的脱变之路。2017年，在电影《好时光》中，他丢掉所有偶像包袱，变身成一位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将为救锒铛入狱的弟弟所衍生出的复杂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眼里都是戏的罗伯，也在这部电影之后获得了不少好评。许多人当时都评价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棒的表演，其中就包括这部电影的导演。他表示，罗伯不是一个明星，他只是个出名的人而已。他找到我们的时候说他愿意做任何事，他在片场待的时间和所有人一样长，他从没想过要什么特权，他好像时刻准备着去饰演这个角色，他真的很优秀。最终，这部电影也为罗伯赢得了戛纳金棕榈奖的提名、美国独立精神奖和歌坛独立奖的最佳男演员提名。除了继续奋战在演员这条路上，罗伯还是一名理财人士。2015年，英国 OK 杂志爆料，在饰演《暮光》之后，罗伯的片酬一步比一步高，所以他尝试着理财，想要钱生钱，但因为不懂其中规则，最终险些面临破产危机。为了补上经济上的大缺口，当时的他甚至将洛杉矶的豪宅忍痛售出，而目前他已经度过了所有危机，并为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继续努力。相比于男女主的精彩转变，《暮光之城》中的其他演员的现状就显得稳定得多。比如在电影中饰演雅各一角的美国男演员泰勒·洛纳，因为《暮光》有了名气后，也接到了很多剧本的邀请，但奈何所有邀请的背后都有一个在电影中展示身材的条件。泰勒这才意识到，在前进的道路上，每个导演都似乎只关注他的外表，而不是他的才能。为此沮丧的他拒绝了所有需要展示身材的剧本，在电影《情人节》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这部电影结束后，他出演的电视剧以及电影也越来越少，没能在大荧幕上取得好成绩后，这位曾经是好莱坞身价最高之一的男演员开始了他的放飞之路。他不再关注自己的身材，以1个月就换一个女朋友的速度占据各大新闻网站的娱乐板块。先是和歌星泰勒斯陷入了5个月的恋情，后因为拍摄《尖叫皇后》和主演比利·卢德结缘，陷入一段新的感情，但最终两人都因为新鲜感不在而和平分手。这之后，他依然保持着频繁换女朋友的习惯，直到2018年，他公开宣布自己的圈外女友。他称对方是一名护士，是个很好的女孩，对他一直都很支持和照顾，所以他很珍惜女友，也希望得到所有人祝福。目前两人谈了2年之久，媒体报道这算是他所有恋情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段。也许是在感情方面的顺利重燃了泰勒对事业的欲望。不久前，他表示会在女友的支持下重回大荧幕，争取获得更优秀的成绩。有人专注于感情，有人则专注于事业。饰演吸血鬼女儿的美国演员麦肯基·福伊就是后者的典型例子。还只有9岁的他，在出演《暮光之城》时，根本想不到这将是助他进入好莱坞最快速的一个机会。彼时，他只想着怎么说服自己，对面的年轻演员是一名吸血鬼，以及在拍摄过程中掉落的5颗乳牙该丢在哪儿。但就是这样，他稚嫩的演技还是获得了不少圈内人士的青睐。于是，在拍摄完《暮光》之后，星际效应的导演便向他发出了邀请。肯基也不负众望，不仅将童年墨菲演绎得活灵活现，也把青少年时期强烈的求知欲和对深深父爱的深切感悟表现得精彩绝伦。甚至有网友直言，由于他的精彩演出，自己会不自觉地将麦肯基·福伊和聪明的墨菲画上了等号。优秀的演技也让他凭借这部电影获得土星奖的最佳青年演员奖。除了事业创佳绩，肯基的颜值也不容忽视。被冠以迪士尼真人版公主美称的她，每次出席时尚活动都会是各大媒体的重点关注人物。对于这位同时拥有美貌和演技的公主，网友也都一致抱有很大的期待，并希望她能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部《暮光之城》改变了当年一群青涩男女，也让一群不知名的演员声名大噪。
虽然现在的他们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的发展方向都有所不同，但都改变不了观众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事实。目前我们唯有期待这些演员能够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曾经凭借《暮光之城》和蝙蝠侠一炮走红的英国影星罗伯·派汀森，如今被曝携手超模女友苏琪·沃特豪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原本在去年，他们就宣布了女方怀孕的喜讯，只是依旧保持着低调的行事作风。然而，就在近日，他们的爱情结晶终于降临人间，粉丝们激动不已，纷纷猜测可能是个男孩。据报道，这段美好的恋情自2018年开始，在洛杉矶街头，派汀森推着甜美的粉色婴儿车，瞬间化身为超级奶爸，而女友则包裹的严实，显然想躲过媒体的视线。关于孩子的性别和其他细节，他们尚未透露太多，让我们耐心等待更多官方报道吧。虽然他们还没有举行婚礼，但是感情已经深厚到无法用言语表达。两个人从2018年开始交往，至今感情一直都非常稳定。后来又在伦敦同居，得知两人马上要结婚的消息，曾经《暮光之城》的演员们纷纷送上祝福。到现在，《暮光之城》系列已经热播整整15年了。2008年，电影《暮光之城》横空出世，瞬间点燃全球影迷的热情。这不仅创造了当时的票房纪录，更是影响力非凡。电影中的主角与角色们随之走红，一跃成为好莱坞巨星。然而，15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又是如何变化的呢？青春不在，他们又是如何在事业与感情上起伏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揭开谜底。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暮光之城》的时代。那时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星，她在电影中饰演的贝拉·斯旺，一个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少女，与吸血鬼爱德华的爱情故事，让她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球的焦点。然而，随着名声的增长，对她演技的质疑也随之而来。有人批评她在表演中表情单一，缺乏情感的传递，甚至给她贴上了面瘫女神的标签。但克里斯汀并没有被这些负面评价所困扰，相反，她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但却充实的道路。她开始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从私人采购员中的神秘女子，到希尔斯玛利亚中的年轻女演员，再到霹雳娇娃中的查理。她不断地突破自我，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面孔。她在斯宾塞中扮演的戴安娜王妃，更是让她的演技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获得了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提名。在感情生活中，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故事同样充满了波折。她与《暮光之城》的男主角罗伯特·帕丁森的恋情曾是娱乐圈的佳话，然而这段感情最终因为克里斯汀的出轨而告终。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也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经历了感情的风波后，克里斯汀开始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取向，并与多位女性明星有过恋情。他的这一行为不仅让他的粉丝和公众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勇敢的克里斯汀，也让他在 LGBT 群体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支持。目前，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与编剧迪伦·梅尔的感情十分稳定，两人的甜蜜恋情也得到了大家的祝福。去年，迪伦向他求婚，两人的订婚消息更是让粉丝们欣喜若狂。罗伯特·帕丁森，他曾是那个让无数少女心动的吸血鬼王子爱德华·库伦。在《暮光之城》系列中，他不仅展现了一个吸血鬼的神秘魅力，更是将一个为爱痴狂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然而，罗伯特·帕丁森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形象，他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从《大象的眼泪》中的马戏团演员，到《好时光》中的精神病人，再到高墙后的囚犯，每一次的转变都让人眼前一亮。罗伯特·帕丁森的事业就像他的电影角色一样，充满了变化和挑战，而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他在即将上映的蝙蝠侠中的表现。这位曾经的吸血鬼王子
将化身为哥谭市的守护者，新一代的黑暗骑士。在感情生活中，罗伯特·帕丁森也经历了起伏。他和《暮光之城》的女主角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恋情曾经是娱乐圈的焦点，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像电影中的剧情一样，充满了戏剧性。然而，这段感情却因为克里斯汀的出轨而告终。后来，罗伯特遇到了苏琪·沃特豪斯，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他们的爱情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镁光灯，却更加真实和稳定。拉米·马雷克，他一路从《暮光之城》到如今成为国际巨星的演员，逐渐成为人们的焦点。拉米·马雷克在《暮光之城》中饰演的本杰明，虽然戏份不多，但他那神秘的气质和超自然的力量，还是给观众留下了一丝印象。然而，这个角色并没有让他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他没有因此气馁，而是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演艺之路。拉米·马雷克的演艺生涯就像一部励志电影，他在《黑客军团》中扮演的黑客精英，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他更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美地还原了传奇摇滚歌手弗雷迪·莫丘里的形象，让全世界的观众为之惊叹。他的表演不仅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更让他的名字成为了全球的焦点。在《007无暇赴死》中，拉米·马雷克再次展现了他的演技，他饰演的反派角色既有智慧又有力量，给这部经典的007系列电影增添了新的看点。他的表现不仅得到了业内的认可，也让他的粉丝队伍更加庞大。在感情生活中，拉米·马雷克的故事同样充满了戏剧性。他曾与《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女主角露西·保通有过一段深情的恋情，但最终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分手。这段感情虽然短暂，却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丝甜蜜和温馨。目前，拉米·马雷克与007无暇赴死的女主角雷亚再度相恋，两人的感情十分稳定。去年，他们宣布订婚，让所有人都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像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让人期待着他们未来的生活能够像他们的作品一样，充满幸福和甜蜜。安娜·肯德里克在《暮光之城》中，她扮演的杰西卡·斯坦利虽然只是一个配角，却以其活泼开朗的形象和对八卦的热爱，成为了电影中的一抹亮色。然而，安娜·肯德里克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小角色，她渴望更大的舞台，渴望展现自己更多的才华。在云端中，她与乔治·克鲁尼的精彩对手戏展现了她深厚的演技。而在完美音调系列中，她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歌唱实力，更是以其舞台魅力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安娜·肯德里克的演艺生涯就像是一部励志电影，她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她在一个小忙中的表演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深度。而在动画片《上帝之子：疯狂外星人：疯狂的麦克斯》中担任配音，更是展现了她声音的魅力和演技的广泛性。在感情生活中，安娜·肯德里克的故事同样充满了起伏。她曾与《暮光之城》的男配角迈克尔·韦尔奇有过一段恋情，但最终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之后，她与导演埃德加·赖特的恋情也未能持久。尽管感情路上有过波折，但安娜·肯德里克似乎很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事业和个人成长中。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在《暮光之城》里有一个角色让人又爱又恨，她就是维多利亚，由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饰演。在《暮光之城》的第3部中，她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取代了原本的演员，带着一头火红的头发和一双狡黠的绿眼。她将这个角色的邪恶与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所有观众都为之震撼。然而，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的演艺之路并不仅限于此，他在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地挑战自我，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实力。在《侏罗纪世界》中，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聪明、勇敢、
有责任感的女强人与克里斯·帕拉特的精彩搭档，更是让观众看到了一对欢喜冤家的魅力。而在《黑镜》和《火星救援》等作品中，她也展现了自己深厚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不仅在台前发光发热，在幕后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和制片人。他在《帮我照顾好他》、《父母》、《火线追凶》等剧集中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业内的认可，也让他的粉丝看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在感情生活中，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的故事同样充满了甜蜜和温馨。他与演员塞斯·格奥尔曼的恋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浪漫和真挚，两人于2006年步入婚姻的殿堂，育有2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的感情就像是一部电影中的美好结局，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和温暖。《暮光之城》系列电影堪称爱情魔幻片的经典，这段跨越种族与敌对的爱情令人心驰神往，主演及配角由此华丽转身，闪耀在好莱坞星群之中。然而时光流转，岁月如梭，离首部上映已过15载，他们有的光彩照人，有的步履维艰，有的矢志不渝，有的寻求转变。也许这就是人生百态，也正是电影艺术的魅惑之处。